突袭！注意看，小胡铁英华居然被韩国冠军一拳击倒在地，台下老外瞬间兴奋地欢呼庆祝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铁英华被当场 KO 了呢。起身后的铁英华眼神愤怒，直接冲进对手内围狂轰数百拳，力证中国实力。这是铁英华职业生涯中打得最紧张、最刺激的一场比赛，同时也是小虎蜕变为虎王的成名之战。本场比赛，他的对手就是来自韩国的搏击天才金东秀。自幼习武的他，刚刚成年就在韩国大大小小的格斗擂台上崭露头角，甚至犀利的拳脚和狠辣的打法，让他在同级别根本找不到与之匹敌的对手。但随着中国搏击事业的蓬勃发展，金东秀的野心也越发膨胀，竟妄想称霸中国拳坛，从而彻底统治中国市场。而他进军中国拳坛的第一步，就是向小胡铁英华发起了指名挑战。本场比赛是在小虎的家乡湖北省钟祥市举办的，台下坐着的观众不是小虎的父老乡亲，就是小虎的亲戚朋友。此时年仅20岁的铁英华刚刚成为一名搏击新秀，没想到就迎来了韩国刺客的强势踢馆。所以这场比赛对于铁英华来说至关重要，不仅要为了自己家乡而战，更要为了中国功夫而战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选手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黄色短裤是中国选手铁英华，白色短裤则是韩国刺客金东秀。作为韩国的跆拳道冠军，金东秀的进攻攻势非常强烈，一上来就用连续的刺拳进行虚晃试探。反观铁英华则稳扎稳打，用精准有力的拳头进行对峙。要知道，韩国这家伙之所以敢觊觎中国的搏击市场，只因他的实力是绝对的不容小觑。来华仅3年时间就击败了中国数十位大大小小的搏击名将，而这场比赛还是在小虎家门口进行的，甚至台下坐着的观众都是从小看铁英华长大的邻里乡亲，所以铁英华内心必定背负着不小的压力，只有打出精彩的表现，才能给所有支持自己的人一个交代。我们会把这个压力变成动力的。铁英华这个选手就是拳法好、连击好，并且打法硬。现在面对韩国的这位选手呢，丝毫不减。后手的直拳，后手的直拳击中了面部。因为我们看到金东秀是一个左撇子腿拳手，是个反架子的。铁英华典型的进攻，用前手作为杖尺用。被击倒过一次的铁英华表现得更加小心谨慎。不得不说，韩国这家伙的实力确实是有2把刷子。要知道，炸药杨卓和坦克邱建良都曾被他击倒读秒过。近些年来，在中国打比赛的外国选手非常多，能在中国保持不败的却非常少。所以，作为其中之一的金东秀，自然对中国选手的打法战术和比赛节奏非常熟悉。自从他放话要称霸中国拳坛后，就引起了不小的动荡。而他既然敢在小虎的家乡对小虎发起指名挑战，就足以看得出来，他不仅没有将中国功夫放在眼里，还想让中国选手在家门口丢人。压力太大，他太想在这场比赛了。把这个压力转化以后，我相信小虎铁英华会有更好的表现。现在不错的连击，小虎铁英华最擅长就是把对方逼在绳圈上，进行自己的连续进攻，击打对方的信心和身体。不要掉。这位台湾的选手打法落点非常多样，击打他的大腿、腹部，并且自己下位的低扫也很多变。的确，这位选手的泰拳技巧很不错。我们看到今天从2人开始到现在，2人不是在进攻，就是在进攻的路上。而铁英华也从刚开始的拳脚试探，转变为频繁进攻抢夺有效点数。但无论他施展什么样的动作与招式，都不能阻止对手猛攻的步伐。双方激烈的拼拳换脚，不仅让比赛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，还将观众的情绪带入到了高潮。不过，虽然韩国刺客金东秀的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非常强烈，从比赛的局势上来看，貌似还是铁英华拳头的精准度和力度更胜一筹。这毕竟是在铁英华家乡进行的一场比赛，所以他不仅要赢，还要赢得漂亮才行。我们的比赛中呢 ，KO 了林帅。对，在去年那个中韩对抗赛在韩国的时候，也是这样软绵绵的打法，但是他是一个高鞭腿上头，没错 ，KO 的林帅，他的重击非常的重。男子67公斤级超级战的比赛，红方是来自大东阳搏击俱乐部的铁英华，蓝方是来自韩国的金东秀，这是双方的第2局比赛。刚才韩国选手的经过首回合的试探，2人对比赛的战术打法都有了一定的了解。但即使这样，双方也都没有减缓自己进攻的频率。2人作为拼打型选手，出拳的密度都非常高，所以在消耗体能的同时，也会暴露出更多的防守漏洞。不过，中国选手最擅长的就是用脑子打比赛。在2人换拳期间，铁英华抓住机会，直接将对手打趴在地。台下的观众看到这一幕，直接站起来欢呼庆祝。虽然这次击倒并不能让对手丧失继续比赛的能力，
但不免还是会对他的节奏和状态造成不小的影响。和从零到全速的启动能力是非常好，看起来软绵绵的，但是每一次的重击速度在运程上都非常有特色。而铁银华就还是有一点点硬，我个人认为他是有一些紧张，而且在跟对方的对攻中呢，由于对方一直逼着他打，一般小虎都是逼着被对方打，现在被对方逼着打，可能在心理上有一点点压力。在第二局比赛里面，我们现在看到铁银华有意识的加强他的前手拳的进攻，因为毕竟对方是反架的选手，你用后手拳打。小虎之所以能在中国众多搏击选手中脱颖而出，就是凭借他强大的内围对战能力。虽然金东秀无时无刻都在发起进攻，但铁银华的防守反击和反手环节一时间让韩国刺客也有着不知所措。而逐渐进入了比赛状态的铁银华进攻攻势也非常强烈。反观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金东秀，则渐渐的有些力不从心，防不住对手的拳头就算了，打出的进攻还不能精准命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韩国拳王的劣势只会越来越明显。很难得的铁银华一个高面对上头的动作，没错，双方今天这片就是拼拳了。以为是一场拳击比赛的一个围击动作。韩国选手一个飞膝，被铁银华连续2个右手的平攻。韩国选手的这个打法的落点非常聪明，他看到小虎有防守的空当的时候，会一直攻击那个点。真正要从这个拼拳的力量来，铁银华更不是对手，而且还略微占点。没错。只是对方一看他有拳头定。拿到了大比分优势的铁银华，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比赛的节奏。但即使这样，他也没有放松丝毫警惕，而是继续保持清晰的头脑和良好的心态，与对手进行拼拳换脚。占据着擂台中央的他，仍然虎视眈眈地盯着韩国刺客的内围，想要发起进攻。反观只能游走在擂台边缘的金东秀，则表现得非常被动。虽然他能击败中国数十位猛将，实力确实很强，但他实在是太小看了中国选手想要为国争光的决心。更何况铁银华的家人都在台下坐着，那他岂能放过这个证明的机会？正欺负的战绩可以说非常可观，作为23岁的年龄，他的经验非常好。我们倒计时，小虎铁银华开始放开了，有意识加强后手之前的进攻，双方开始互拼。时间到，第二局比赛时间到。现在您看，这是河南卫视为您现场直播的 WF 全球功夫盛典男子61公斤级的超级战，红方是来自大东洋搏击俱乐部的铁银华，还是湖北荆门人。根据前2个回合的表现来看，金东秀根本就不是铁银华的对手，甚至铁银华无论是拳头的精准度还是力度，都能直接甩他10条街。此时到了比赛的最后，2人出拳的频率仍然没有丝毫减缓，看了为了赢下胜利，双方都已经豁出去了。而体能充沛、状态良好的铁银华依然能全方位的压制对手。不过金东秀再怎么说也是韩国最年轻的跆拳道冠军，自身的身体硬度和抗击打能力也是非常不错了。所以就算挨到了上百拳，还能坚持继续比赛，但可能最终的胜利只会离他越来越远。因为我们取消了主动的摔法。这位韩国选手呢，发现对方在跟小虎对拼的时候不占优势，开始改变了比赛节奏。这位选手就是经验的表现，不停地改变比赛节奏，把比赛的优势往自己方面带。你看吧，现在就是这个韩国这种年式打又出来了，就粘着你。对，现在小虎想尽办法给打开。这场比赛铁银华打得实在是太精彩了，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，不仅全程暴揍韩国拳王，还通过精准打击拿到了大比分优势。而即使2人已经出现了大喘气的情况，也依然没有降低自己的进攻频率。如果不是因为金东秀过于顽强，说不定早就已经彻底躺尸了。但就算他再怎么坚持，也改变不了输掉比赛的结局。还在濒死挣扎的金东秀打出的拳头不仅杂乱无章，还完全没有力度可言。反观铁银华，只要出拳，那么必定是精准有力的拳拳到肉。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习惯。现在韩国人手的勾拳，金东秀体能下降，这时候肖要抓住机会，要拼命打击对手。前手之后，后手拳跟上，对上攻，再来，这3次。韩国选手的膝法也还击了一下。倒计时还有在第3回合，铁银华小虎的这个点数肯定是占据优势的。起码在第3回合，3个回合的比赛终于结束了。虽然铁银华并没有 KO 对手，但却全程暴揍了韩国冠军3个回合9分钟，不仅在擂台上证明了中国功夫和中国实力，还让所有的父老乡亲都为他感到骄傲。最终，铁银华成功以点数优势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
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觉得小胡铁英华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